众所周知，勞斯萊斯庫里南作為世界的旗艦車型，那麼在中國有沒有媲美它的呢？我身邊的這輛極氪 9X 是首台搭載48伏主動方向杆的黑科技車型，所以它是中國 SUV 旗艦，沒有人反駁了。我身邊這個 F4是幾個意思呢？它代表着操控的上限，所以一台车且一台好車如果沒有操控就沒有安全。那麼今天它就是操控標準，同時我們還找來一條賽道作為路況標準。寧波賽道 FIA 認證，全長 4.01 公里，高低落差21米。來測測這台極氪 9X 的未知數，也看看中國旗艦和世界旗艦究竟有什麼差別。這是一條高速公路切換另外一條高速公路的輔助路段，日常用戶會以120公里的高速狀態減速至80公里進入彎道，而這裡也與寧波賽道的 E2 號彎非常相似。正如我所說啊，方程式的縱向的 G 值可以到 0.99G， 但大家要清楚一點，方程式沒有任何悬架行程，所以這個 0.99G 實打實的全都給到駕駛員了。再看橫向來到了 1.46G， 這個時候車手的身體在抵抗离心力，極氪 9X 在 AI 數字底盤及主動穩定杆的幫助下呢，剎車縱向的 G 值也可以達到 0.95G， 這一看就是前懸架和前方向杆一起加力的結果，這一點不得不說無限接近了方程式赛車。要知道，這可是一個超過3噸的大體格子，按照這個理論，大體格子在側向的離心率中應該是非常恐怖的，但在右側空气悬架和前後防倾杆的幫助下，橫向 G 值還有 0.76G。反觀庫里南，縱向剎車 1.62G， 但這個完全是懸架行程和防傾杆較軟導致，在懸架行程較大的鐵定下，側向的 G 值也高達了 0.88G。如果大家覺得這可以接受的情況下，那側傾角度传感器給你最後的結論：庫里南縱向的側傾有15度，而橫向的側傾有36度，而 9X 縱向還有11度，橫向也才有28度。這樣一對比，就知道誰的操控更敏銳了。來到寧波賽道的6、7、8號彎，是模擬用戶日常通過的單側高速彎的一個使用場景啊，主要彰顯車輛的操作穩定性。3台車將車速以60公里加速至80公里，通過高速彎角用 G 值的波動來說明車身的操稳。方程式赛车进入彎道時可以達到 0.4G， 伴隨着轉向及加速的過程，最終回落到 0.33G。在這兒說明賽車的底盤操控非常優秀，防傾杆最大限度抑制了側傾。極氪 9X 擁有 AI 數字底盤加主動穩定杆，當方向盤轉動的瞬間 0.2 秒就能夠進入工作狀態了，可以從 0.42G 回落到 0.31G。也許你們不理解這些數據背後代表着什麼，這是車身幾乎零側傾的科技進步，是技術突破的捷徑，是工程師們通過換算並一次次標定帶來的安全感。而庫里南卻是正向數据，從 0.34G 升至到 0.37G， 雖然看着很正常，但側傾卻看着很反向。在寧波賽道的16到17號彎，我們還原了實際駕駛路況，以60公里的速度通過起伏路面，當單側車輪離地的瞬間，主動穩定杆可以快速解耦，讓獨立悬架的功能發揮最大的功效，同時配合减震器的壓縮和回彈，给予最大的乘坐舒適性。舉例說明啊，方程式在這兒毫無舒適可言，較低的車身加極短的悬架行程，讓車身震動會非常明顯。而庫里南呢，通過悬架的快速壓縮和慢速回彈，恰恰發揮了它出色的舒適性。而極氪 9X 利用 AI 數字化底盤，可以 0.2 秒快速解耦防傾杆，讓車輛的獨立悬架發揮出最大的優勢。當然，并配合 B 式双腔空气悬架，配合 CCD 電磁減震器，完成快速壓縮和快速回彈的過程。通過高速攝像機的升格畫面，可以看到悬架的行程变化。相同的车速加相同的升格画面頻率，就可以計算出悬架吸收跟釋放的時間。時間越短，說明車輛的操控越強。
寧波賽道的19到21彎能夠模擬用戶在山路土和高速彎下的使用場景。众所周知啊 ，SUV 车身重心较高，所以快速左右的这种轉移呢，很容易出現車身失控或者是加大側傾的現象。當我們恆定80公里通過組合彎的時候，就是模擬我們日常的使用工況了。先說結論啊，較硬的方程式賽車雖然操控極致，但在組合彎中，因為懸架太硬了，導致車身的劇烈晃動，以及駕駛員高頻的控制車輛，雖然通過，但是非常煎熬。如果沒有極強的駕駛能力，很容易迎來失控的悲劇。庫里南重心較高，車身較軟，連續的轉向會增加很大的重心轉移，最後出彎處的橫向離心力都已經達到了驚人的1.21個 G 了。當懸架回彈速度過慢時，輪胎承受車身帶來的慣性力，要麼減速，要麼失控嘍。反觀極氪 9X 可以利用主動穩定桿控制側傾，利用雙閥獨立控制壓縮和回彈阻尼，讓車輛輕鬆駕馭並順利通過。在黑科技的協助下啊，連續重心轉移，最後出彎才1.05個 G， 比庫里南重，還比庫里南在最後一個彎的離心力低。通過第一視角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方程式的車手通過組合彎的時候瘋狂轉動方向盤去控制車輛的平衡。庫里南擁有絕對大角度車身側傾，並且輪胎變形量巨大。相同的車速，相同的線路 ，9X 利用 AI 智能底盤加主動穩定桿加0.2秒超快反馈加最大1400牛米的舉升力，換來零側傾加悠然自得的駕駛。這個時候，好比於 9X 底盤上有2個機械師團隊，時刻前後幫你調整防倾桿的軟硬，目的就是換回平穩的操控和駕乘安全。此时有人会说，光跑彎道多沒意思，既然說到這兒了，咱們就利用直線簡單粗暴的拉爆它們。遊戲規則很簡單，以80公里出最後一個彎，然後全油門到底，看看衝線時速到底有多快。方程式賽車190馬力推600公斤，衝線車速169公里每小時。勞斯萊斯庫里南600馬力推2800公斤，衝線車速153.4公里每小時。再看看極氪 9X， 綜合輸出1400馬力推3180公斤，最終衝線車速全場最高來到了173.3公里每小時。這樣的加速表現，各位看官，你們怎麼看？